父母饿了7天，亲生儿子却把家中唯一的土豆给拿走了。他也不吃，而是把土豆切成碎片扔在地上。男人这么做并不是浪费粮食，只是为了种出更多的土豆。只因男人拥有一个灵泉空间，种下的枸杞3分钟发芽，10分钟成熟，结的果实更是比原来硕大好几倍。不知道土豆种下去是不是也会跟枸杞一样，长成榴莲那么大？种好土豆后，于十九摘下了一颗枸杞品尝起来。不愧是1级灵药田里长出来的枸杞，滋味简直绝了。于十九连续摘了7、8个，3、2下就吞入腹中。正要继续摘几个吃，小腹丹田处一团火热升腾而起。怎么这么热？于十九发现不对劲，头上汗珠滚滚而下，腹部更是一阵绞痛。尼玛不会才穿越就要再死一次吧？不就是多吃了几个5坠枸杞吗？至于比食物中毒还难受。忍受不了的于十九直接跳进了水里，一番冲泡下去，小诗立刻爬上岸。还好灵泉水有强身健体的功效，不然还真遭不住。这么多的枸杞果实，总不能一直长在灵药田里，一会儿得把它们收了，给土豆腾出地方来。于十九把摘下的枸杞存入箩筐里，100来棵枸杞树摘下的果实填满了整个箩筐。如果能自动收割就好了。哇！于十九话音刚落下，只见枸杞树上落下的2颗枸杞果实自动脱落下来，飞到了箩筐里。哈哈，我就说嘛，宝塔空间就应该有这样的功能，否则1亩地的庄稼完全手动收割，太浪费时间。于十九激动了片刻，抬手就要拔掉枸杞树，然后惊讶地发现树上冒出了嫩芽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树上的果实完全摘掉以后，枸杞就会立刻进入下一个生长期。既然发现了这个功效，那么这些枸杞树还是先留着吧。于十九给枸杞树浇灌了灵潭水，然后出了宝塔空间一层。爸妈，你们回来了！你这臭小子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爸，好好的为什么要打我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今天是不是差一点淹死在水塘里？那是不小心而已，我这水性还是可以的。没错，这里是闹饥荒的60年代，于十九穿越的这户人家是全村最穷的，除了父母外，他上有9个姐姐，于十九是唯一的一个儿子。好在他激活了9层宝塔，简单来说就是9层空间。他目前只解锁了第1层。不吹牛你会死吗？整个张庄村谁不知道你是出名的旱鸭子？下次再敢去河里，我真的打断你的腿！父子2人说话的功夫，林秀珍已经热好了冷透了的稀饭。说碗里的食物是稀饭，都是严重高估他了，充其量只能说是汤水，里面加了几粒棒子面。咱们对食堂里的饭菜越来越差了。小龙啊，爸妈没本事，总让你饿肚子。你爸他也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把你们姐弟10个拉扯大，现在又遇到饥荒年，哎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队里伙食这么差，大火上了1000工，只喝这个怎么行？于十九自然知道家里不容易，老张家10个孩子，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，父亲张宝柱拼死拼活在外面干活，落下了慢性肺病，常常咳嗽的睡不着觉。即便这样，张宝柱时不时还会替别人上桌，换回一个土豆或者红薯之类的吃食，他自己舍不得吃，带回来给于十九。好孩子，你不怪爸妈就好，我们苦点累点不算什么，你长大懂事就好。入夜，于十九睁开眼睛，意念一动，整个人出现在宝塔空间1层。不出所料，傍晚种下去的土豆，大片的土豆秧叶绿中泛黄，这是土豆已经长成的标志。一共种植了16个土豆块，没有一颗死掉，全都成活。不知道1级灵药田里长出来的土豆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？会不会像枸杞树一样，把枸杞果实变得超大无比不说，还让枸杞果实拥有了超出想象的功效？于十九蹲下身子，拔掉一株土豆的秧叶，轻轻刨开土，圆润饱满的土豆就露了出来。不对啊，这一株土豆是用100%灵潭水浇灌的，怎么长出来的土豆跟正常土豆一样大小？奇怪，枸杞树就完全相反，越是浓度高的灵潭水浇灌，长出来的果实就越大。于十九不明所以，只好继续挖土豆。他连续挖出了17个土豆，依然有新的土豆冒出头来。我倒要看看长了多少土豆。然而一窝竟然整整长了50块土豆。于十九兴奋地仰头大笑起来。土豆的大小没有变化，但是产量明显增加了5倍以上。也就是说，1级灵药田和灵潭水会让灵药体型变大，药效增强，而对于农作物来说，只会增加产量，不会改变正常的形状和大小。于十九也就不用担心超大体型的土豆拿出来会吓到人了。有了这么多土豆，1级灵药田就不能闲着。于十九忙活了1个多小时，把田里种满了土豆，再用灵潭水一一浇灌，只等着明天收获。还剩下200多个土豆，大约70、80斤。怎么样把土豆拿出来，又不让家里人怀疑呢？张庄大队与刘家庄大队之间有一个小山坳里藏着一个黑市交易。于十九打算明天去小山坳看看，能不能用土豆换一些东西。第2天一早，于十九早起了床，煮了一锅灵潭水，在锅灶堂里烤了3个土豆。六姐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像是烤土豆的香味。你们2个做梦还没醒吧？咱家哪来的土豆？九凤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嘟囔了一句，翻了个身继续睡。爸妈，姐，快起床吃饭。这是烤土豆。九凤，你现在还说我和你七姐在做梦吗？小龙，好土豆是哪来的？你们不要紧张，4个土豆都是我爸给队长上工换回来的，我一直存着没吃。张宝柱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于十九拉着林秀珍坐下，拿起一个土豆剥开。妈，赶紧吃，都要凉了。大家围着八仙桌坐了下来。林秀珍鼻子一酸，用手擦了一下眼角。我儿子真的长大了，知道把好吃的省下来，跟爸妈和姐姐吃。现在正长身体，必须多吃点。六姐，我都16了，不用你喂。于十九一番插科打诨，惹得家人一阵哄堂大笑。土豆不多，比起食堂的稀汤寡水，已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就这灵潭水，吃得很是香甜。小龙，你在家好好歇着，不要出去闲逛。知道了，妈，去黑市看看吧。
于十九背着袋子走进了黑市，放下自己的蛇皮袋，从里面拿出2个土豆放在地上。你这土豆怎么卖？你看我这土豆一般大小，质量绝对没得说。这土豆很新鲜，就是数量太少了。看着中年人摇了摇头，一副十分可惜的模样。很少，我正愁土豆太多，怎么卖出去呢？只要价格合适，100-200斤土豆还是可以弄来的。中年男子家里是做土豆粉的粉条，需求量大，价格不是问题，100斤土豆，我出120斤本地粮票，再给你5块钱，这价格绝对公道。于十九心里盘算了一下，价格还不错，先抓住这个大客户再说。好，你现在要多少？你不是只有这些吗？我全要了。我在外面还有一些，估摸着有200斤左右。那好啊，我全都要了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就来。于十九出了小山坳，用蛇皮袋装了一整袋子土豆，再一次来到了小树林。这么重，他试了一下，居然没有扛起来，一时之间有些尴尬。还是我来吧，一共是219斤8钱。这是10块整，再给你2个5毛的粮票，我算一算。不用那么麻烦，粮票就按照240斤算。小兄弟爽快，倒是我占你便宜了，我下次还在你这里买。于十九接过粮票和钱，心里也很激动。好啊，你正常多少天需要买一次土豆？最多半个月吧。我刘老七做出来的粉条，公社食堂也是经常来买的。中年男子一次性买到了这么多土豆，心情也很好，一时嘴快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了出来。卖掉了土豆，钱和粮票都有了。于十九收起蛇皮袋，在林子里晃荡起来。路过杂粮面和小米的摊位前，于十九各买了10斤，用掉了20斤粮票，3块钱。正要离开黑市，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顺着香味飘来的方向看去，是一个馄饨摊。老板，馄饨怎么卖的？素馄饨1毛钱一碗，肉馅馄饨2毛钱一碗。给我来1碗不，2碗肉馅的馄饨。好嘞，你先坐一会儿，馄饨马上就好。很快，2碗馄饨端上了桌子，于十九大快朵颐了起来，掏出2块钱扔在桌上。老板，再给我8份肉馅的馄饨，不用煮了，我要打包带走。一碗馄饨20个，我多送你10个。于十九当然不会拒绝，接过馄饨，顺手放进了蛇皮袋子里。其实蛇皮袋只是遮掩，实际已经放进了宝塔空间一层。钱挣的不容易，花起来容易多了。11块钱，转眼就花掉了5块，剩下6块钱，不能随便乱花，万一有个急用，总不能开口跟家里要。于十九走出林子，正要离开黑市，忽然一个不速之客拦住了去路。父亲给人做工3天才换回一个土豆，饿了7天的他却不吃，而是带回家给儿子享用。然而儿子却反手把土豆扔在地上，并用脚踩碎。他其实并不是浪费粮食，只是想收获更多的土豆。原来男人拥有一个灵泉空间，种下的枸杞个个长得像西红柿一般大，土豆更是3分钟发芽，5分钟成熟，并且一窝可以出50个。短短不到1天时间，已经拥有上万斤土豆。男人直接去黑市卖了一波，正准备离开后，却被不速之客拦住了。小兄弟，你有枸杞吗？15斤肉票30块钱，我只要半斤新鲜枸杞。在60年代，30块钱普通人最少需要半年才攒得起。大哥，你看我的枸杞新鲜不？我能拿在手上看一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也可以尝一尝。你这枸杞不但个头超大，尝起来也很美味，比苹果还好吃。这种最低档次的货色，你就高兴成这样了？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如果给你欣赏一下5只的枸杞，岂不是要惊到心脏病发作？好吃是必然的，这种上等货色都是我在深山里采集到的，可以说是在虎豹豺狼口中夺食也不为过。你不是我们山里人，不知道深山意味着什么，所以说这些你也不会明白。不瞒你说，我不是山里人，确实如你所说，对山里情况不太了解。但是你放心，这枸杞个头这么大，品质也是没得说。这样吧，他停了一下，暗暗咬了咬牙，我再加5斤肉票10块钱，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对方说了这是要引子，看来买枸杞也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况且对方的口音以及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可能是城里的警察，人脉圈子很广。如果一次把他宰得害怕，以后的销路可能就断了。为了长久之计，不如给他让点力的好。反正这是最低等级的枸杞，个头也最小，只有一些提气凝神的功效。我这次出来身上只带了这么多钱和肉票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下次再补5斤肉票10块钱给你。我们山里人实诚，不做这种坐地起价的买卖，还是按照15斤肉票30块钱的价格卖给你半斤。这个转折让刘俊忠有些刹不住车。你的枸杞品质这么好，我也不能昧着良心坑你。这样吧，你经常进山找山货，有时候难免会碰见一些猛兽。这把军刺跟着我在战场上多年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于十九愣住了，完全没想到对方有这一出。明明自己要给他让利，结果对方送了自己军刺。那就多谢了，刚才的分量不太足，我把剩下的都给你。他又抓了2把枸杞给军大衣警察。我也就这么多，分量肯定超过半斤了。小兄弟，这是肉票和钱，你数一数。不用了。于十九把手放进口袋，实际把肉票和钱放进了宝塔空间一层。对了，不知道大哥方便不方便透露尊姓？毕竟这军刺说不清来历的话，恐怕大队有人说闲话，告我黑状。小兄弟提醒得好，这是我的疏忽。你们这里是胜利公社吧？没错。胜利公社派出所赵所长跟我是战友，这把军刺他也认识，有人拿他说事，你尽管去找他就行，就说是县局刘俊忠送你的。
果然不出于19所料，刘俊忠是县城里来的警察。两人说了几句话，刘俊忠急着赶回城里去，就在路口道别。这次收获不错，不到1斤枸杞换来15斤肉票，30块钱，算上卖土豆的收获，共计有220斤粮票，36块钱，15斤肉票，在整个张庄大队至少不是倒数第一群。不过最大的收获还是手里的军刺及不可估量的关系，搭上了刘俊忠这条线，以后说不定可以把土豆卖到城里去。刚到家就看到张宝柱和9个姐姐浩浩汤汤的。队里太不像话了，上了一天工就喝了1碗稀汤，稀得连棒子面都能数得出来。幸亏小鱼烤了土豆，不然真的撑不下来。是啊，七姐，我们喝了热水，吃了大半的土豆，这一天下来都不觉得太冷呢。小鱼，今天好些了吗？爸，哪来的？砍柴的时候捡到的，可惜爸身子骨不行了，野鸡飞走的时候才挥出手里的树枝。换做几年前，这野鸡一定跑不掉，咱们就有肉吃了。于是九心里不忍，他为了撑起这个家，不但把10个孩子养大，还让他们读了几年书，身体也跟着累垮。爸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强的，老爸，我一定会让你恢复到壮年人的状态。发牢了没用，今天咳嗽的厉害，队长都没用我帮他砍柴，所以土豆也没有。爸，对不起你了，小鱼。爸，你不要杞人忧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今天在山脚下采到了一些枸杞，恰好遇到城里来的人重金求购。他把事情的大致说了一遍，当然都是无关紧要的部分，重要信息一个都没有透。有些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这是10斤肉票，还有20块钱，粮票100斤。于是9没有拿出全部，就怕吓到家里人。宝塔空间1层里还留着5斤肉票，16块钱，120斤粮票。尽管保守了一点，家人还是被惊到了。妈，这些都交给你，明天去公社一趟，买点肉回来，家里改善一下伙食，也让我爸补一补。儿子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真的长大了。4个女儿也围了上来，和林秀珍搂抱在一起哭了起来。我去集市上买了一些馄饨，还有一些杂粮面粉和米，另外还买了100斤土豆，应该够家里吃上一段时间了。什么？还有惊喜？东西都在那里。顺着于十九手指的方向，果然有一堆土豆，还有杂粮面粉和大米以及馄饨。爸妈，姐，你们先歇着，我去煮馄饨给你们吃。夜里，于十九进了一次宝塔空间1层，把成熟的土豆和枸杞收了，又重新种上土豆和鸡蛋。不知道鸡蛋能不能像土豆一样长出几10只野鸡。第二天，于十九早早起来给奶奶送烤土豆，刚到门口就传来骂街的声音：不让我插队，你也不看看你是哪门子东西，一个不会生崽的货色！张庄大队数你独一份。于十九提着蛇皮袋钻过人群，就看到王寡妇双手叉着腰，眼睛瞪得滚圆，怒视着屋子里的二婶。张宝强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缩头乌龟！你要是有种的话，就把这种不能生蛋的女人给休了。王寡妇，插队是你不对，你还跑到人家门口来骂。再说你骂也骂了，赶快回去吧。你不要在这里装好人，我王寡妇可不是好欺负的。那人见状摇摇头，不再说话。王寡妇心里更是得意，眼睛扫视人群，像是傲娇的大公鸡。屋里的二叔张宝强闷声不响，二婶李小花低声抽泣。姓王的，别以为你一个寡妇就可以随便撒泼，你在队里食堂插队，不就是想捞点干，占点便宜吗？我二婶没给你让路，你就用这么恶毒的话骂她，简直是强词夺理。你这样耍泼，说天下最恶毒的话，你那死去的丈夫在地下也不得安生吧？于十九，你敢骂老？骂你怎么了？我还要打你呢。于十九走上前打了他2个大活。你们家一窝子穷汉，不让我插队，还不是想捞点干的回来吃，还好意思笑话我这个寡妇？我们家虽然穷，但是人穷志不短。我二婶按照队里定下的规矩排队，难道有错吗？再说了，我们家穷是不假，但至少还有几个钱买土豆。别在这里骗人，我王寡妇眼睛不瞎，换做其他人这样说，我就相信。你们家，哼，穷的叮当响，还有钱买土豆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只有一个不行，你这瞎子又会说袋子里只有一个。他把蛇皮袋卷起来，露出了小半口袋土豆，然后甩手又在王寡妇另外半边脸上甩了2耳光。王寡妇，睁开你的瞎眼看看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吃瘪的王寡妇狠狠一跺脚，气呼呼的回去了。围观的社员们渐渐散了，于十九进了屋子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们不要跟这种人生气，气坏了自己身体不划算。小鱼，二婶谢谢你，刚才心里还堵得慌，现在顺气了，不像你二叔跟个闷嘴葫芦一样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二婶你消消气，我二叔人老实。当初你不就是看上他这一点了吗？对了，我还带了几个烤土豆，你们赶紧趁热吃。从二叔家回来后，家里就下起了好几天的大雨，交代母亲去买土豆和米。于十九只能进入宝塔空间1层，收了一茬枸杞和土豆，又是大丰收。这一次他没有再种土豆，几天下来，空间里堆了10几万斤土豆，暂时没有短缺的风险。这鸟蛋丝毫没有变化，看样子林耀田对他没什么影响。总是待在家里也无聊，不如去山里看看，或许能抓到一只野兔，尝一尝肉味，也未可知。想到这里，于十九直接出了空间，手拿3棱军刺，只身往后山走去。我家后山明明长满价值连城的野山参，可路过的村民却挖一旁一文不值的野菜。即使有人挖到了人参，也会直接丢掉。更有甚者把野山参拿回家喂猪，只因这是闹饥荒的60年代，人参太苦容易引发高血压，更不能填饱肚子，远没有野菜来的实际。而穿越过来的我却大把往家挖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野山参可是个宝贝，正好我的空间里缺少这样的灵药。挖完人参后，于十九直接来到宝塔空间，在枸杞树旁边把野山参种好，又浇足了灵潭水。不知道野山参能不能跟枸杞一样长成大树那么大？
嘿嘿，真期待呢。出了宝塔空间后，于十九又发现了一只野兔。卧槽，这么肥的兔子！来不及多想，于十九迈开大长腿，紧紧追着那只野兔。这只野兔见于十九追来，停在远处看了于十九一眼，那人性化的眼神里竟透露出几分不屑和讥讽之意。我堂堂两脚兽，竟然被一只野兔给嘲讽了，这怎么能忍？于十九的怒火一下子就被点燃，不留丝毫余力，在山林间奋力追赶，眼瞅着距离要被拉开。你高兴的太早了，三棱军刺！突然出现得三棱军刺，狠狠地洞穿了野兔的身体。于十九拔出三棱军刺，用几片落叶擦拭完上面的血迹，随手放进了宝塔空间一层。嚯，这野兔还真是肥，至少也有13、14斤重。见天色已晚，于十九满载而归，一家人美美吃了顿全肉宴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的县委大院2号楼的书房内，小刘啊，你送来的药引子很不错，这2天遵照医嘱喝了药后，我这老腰好了不少，这都是拜你所托，我要谢谢你啊。王书记，你这个小刘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是我的老部下，我是你的老领导，不要搞得那么严肃。老领导，我错了，我做的这点事不算什么。老领导身体好，才是我们全县百姓之福。这位县委副书记叫王平，是刘俊忠在部队的老领导。因为领导腰疼，老中医开的药方有一味药是新鲜枸杞，恰好遇到了于十九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，好好干工作，争取更大的进步。对了，那新鲜的枸杞果实你是在哪儿找来的？剩下一些我泡茶喝了，这2天工作起来就觉得特别有精神，连瞌睡也很少打了。我这次去山村认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兄弟，那些枸杞就是他在山里采集的。既然效果这么好，我找时间再去跟他买一些回来。刘俊忠的兴奋难以压制，新鲜枸杞的功效不错，胜利公社那边还得再弄一点新鲜枸杞回来。一方面争取让老领导的救急早点复原，另一方面老领导总爱加夜班批阅文件，可以让他老人家泡茶提神。千万不能强买强卖，进山毕竟是有风险的嘛。另外，钱要给足，别让人觉得我们占便宜了。知道了，老领导，您就放心吧。清晨，爸，你夜里咳嗽好像少了。有吗？张宝柱没怎么关注，反正夜里还是会咳嗽，多咳几声少咳几声，这事还真注意不到。平常你夜里至少咳嗽1、2个小时，昨夜少了10几分钟，可能是吃了野兔肉的原因。有这么玄乎吗？不过嗓子确实没那么疼了。九凤这一说，我想了想，好像真的是这样。多亏了咱儿子，今后我多去打一些野兔回来，给我爸补一补，说不定就能治好咳嗽的老毛病。你想得美，山里你少去，那野狼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好，我不去还不行吗？反正你们都要去上工，我进山你们也不知道。还有老爸的咳嗽，应该是这几天常喝灵潭水的原因，所以症状有所减轻，以后没事就让他们多喝灵潭热水。忽然，于十九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神色大变。对啊，宝塔空间一层里有那么大一个灵潭，深度也有近10米的样子，难道就不能养些鱼吗？好不容易熬到家人都去上工，于十九带上家里的水瓢，一块有尖头的石头，就去寻找合适的水塘。就从这里敲吧。于十九选择了靠近岸边1米的地方，高高抡起石头，然后用力重重打水，顿时坚硬的冰面被开了个大洞。这个池塘是村子里最小的，在年前水面还没有结冰的时候，就有好几拨人来这里捞过鱼，大拇指以上大的鱼几乎捞光了。于十九没有工具，目的只是捞鸡尾鱼，试一试能不能在灵潭水里存鱼儿，快到洞口来。然而好一会也没有一条鱼游到缺口处。这些鱼难道成精了？能听到我的默念？忙了半天白忙。于十九口干舌燥，拿出从灵潭中舀出的一条水，咕咚咕咚一顿猛喝，不时有水滴从嘴角滴落，掉进池塘水里。痛快！鱼，有一条小鱼。来不及多想，他也不管水瓢里还有小半条灵潭水，迅速蹲了下来，用水瓢去舀那条小手指大小的。卧槽，就差一点点啊！忽然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那条小鱼再一次游了出来。不止如此，又有7、8条小鱼从4面8方游了出来。有一条胆大的小鱼见于十九一动不动，于是大摇大摆地游进了水瓢。这鱼什么情况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？还是说主打一个自投罗网？见过虎头呆子这样的傻鱼，但没有见过自己送到瓢里的傻鱼。于十九决定再等一等，果然陆陆续续又进来4条小鱼，都是小手指大小。这些鱼在水瓢里欢快地游着，好像在贪婪地追逐着什么东西。这是……于十九若有所悟，他终于搞明白了，水瓢里有些许灵气潭水，所以吸引来了鱼儿自投罗网，争相享用灵气潭水。既然是这样，那还等个毛线啊！收网！哈哈哈！想跑？没门儿！乖乖进我的灵潭里吧！你们不是贪吃吗？那里全是灵气潭水，够你们喝个够的。以后在灵气潭水里养鱼，家里要喝水就喝灵气瀑布的水。这个灵气瀑布可是没有任何污染的。于十九意念一动，就进入了宝塔空间一层。地级灵药田里的枸杞又成熟了。于十九意念一动，一堆枸杞堆在了一起。这样的枸杞已经有7、800斤了，就那样堆积如山。于十九没时间去管，来到灵潭边上，把水瓢里的7条小鱼倒进灵潭。奇怪的是，7条鱼一动不动，像是被定身了似的。傻眼了吧？冰火两重天的滋味，不是一般鱼能承受的。过了大约1分钟，小鱼才再一次出现，然后消失不见。看样子灵潭水的可以养鱼的，这一点没有疑问。只是等它们长大后，我该怎么抓上来？不知道能不能用意念抓鱼试一试吧。随后，一条小鱼出现在岸边的地上，扑棱棱跳个不停，果然有效，那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。等等，这鱼长大了一圈，
他仔仔细细又看了几遍，又拿自己小手指比，之前还是小手指大小的小鱼，已经长到中指大小。这个发现让他既激动又期待。激动的是灵潭水有加速鱼儿生长的作用，期待的是明天会不会长到巴掌大。于19把鱼儿重新放进了灵潭里，然后顺手再一次开始了鱼洗。别人钓鱼都用饵料蚯蚓打窝，而我却只用清水，甚至连鱼竿都不要，只需要把水条放在水里，无数鱼儿争相往里钻。更奇怪的是，但凡被我喂养的鱼儿3分钟就能长大几十斤，10分钟上百斤。只因我穿越60年代，激活灵泉空间，恐怖的时间流速让我短短几个小时就拥有了上万斤的鱼儿。我决定带着空间种植的鱼儿和土豆前往黑市售卖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可终于来了！你是小兄弟，你忘记了，是我啊，上一次买你土豆的。于19恍然大悟，眼前这人是卖粉条的刘老七，好像才过去7、8天，还没有到半个月之期，你家土豆就用完了。不瞒兄弟说，按照以往，确实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消耗掉200斤土豆。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我用了你卖给我的土豆做出来的粉条，味道特别好，买过的人都说我家粉条更好吃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吃了我家粉条，连上工都觉得轻松了一些，公社食堂更是直接加大了1倍的采购量，所以200多斤土豆根本不够半个月消耗，不，准确来说只够8天用的。于19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他原本打算低价卖掉一部分土豆，积攒一点现金或者粮票之类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谁知道刘老七这边土豆需求加大了1倍，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今天带了500斤土豆，足够你用一段时间了。价格还是按照上次的来，5分钱1斤土豆，外加1斤2两的本地粮票。只有500斤了吗？满打满算也只够用10多天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啥玩意？500斤你还嫌少？卧槽，那你早说啊！我宝塔空间里还有11万多斤，正愁什么时候能吃完。你确定500斤还不够用？社食堂那边加大了订货量，周边村子的村民们也全来我家来买豆腐。我估算了一下，按照目前情况来看，一个月至少也要1000斤土豆。这样啊，1000斤着实有些多。兄弟你放心，价钱方面都好说，只要你能帮我搞来足够的土豆，我可以加钱购买。看在你是第一个买我土豆的份上，这个忙我帮了。好，那就多谢兄弟你了。这是30块钱，750斤粮票，我这还有70块钱，预先订购你的土豆，就是粮票少了些，你看能不能用其他票代替？于19接过钱和粮票，粗略地瞄了一眼，3张大黑石以及厚厚的一叠粮票，随手放进了衣兜里。这样吧，我再想想办法，给你准备1200斤土豆，除去你手上的这些票和70块钱，你再给我20市尺的布票，怎么样？合适的话就成交。刘老七犹豫了一下，随后用力点点头。好，那就拜托小兄弟了。看来刘老七家的生意真的很红，否则肯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。布票、肉票和铁锅票都属于稀缺品，尤其是20市尺的布票，足够家里7口人1人做一件新上衣。这些票足以补足粮票的差额。刘哥，合作愉快！你明天这个点来拿剩下的土豆，还有看在老主顾的份上，我再送你2个好东西。于19拿起2条鱼，用枯草穿过鱼鳃，串成一串递了过去。多谢兄弟，我就不客气了哈。刘老七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又来了一个人。你这鱼怎么卖？1块钱一条。什么？1块钱一条鱼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鲫鱼现在的行情是4毛钱1斤，1斤半的鲫鱼就是6毛钱。我这鱼不是普通的鲫鱼，后山知道吧？我是翻过7、8座大山，在一个深潭里抓来的这些鲫鱼，它们肉质鲜美，半点腥味都没有。你说能跟野塘子里的鲫鱼相提并论吗？哈哈，别吹牛了，我也去过山里，哪会有鱼没有腥味的？我来闻闻。不对，难道我鼻子不通气？两人的说话声吸引来10多个人，到底有没有腥味吗？好像真的没有。围观者纷纷表示不相信，更有人凑上来体验，然后一帮人目瞪口呆。我操他的鱼，不愧是深山老林里抓的，还真他娘的没有腥味。1块钱是贵了一点，但剩下不要鱼票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我买一条尝一尝。不错，他说的正在点子上。4毛钱1斤的鲫鱼，那可是要用鱼票去买的。我这鲫鱼不但肉质鲜美，最主要的是它不用鱼票，就贵了2毛钱而已。你们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地上的鱼你随便挑一条。矮个中年人乐得同意，挑了一条最大的，但是人都喜欢占点小便宜。立刻又有一个人跟上，挑了一条第2大的，随后才把1块钱交给于19。不到半个小时，8条鲫鱼就剩下了2条最小的，不足1斤半。看样子没有人愿意买了，便宜人人都想多占一点，吃亏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于19不想耽误时间，提溜起2条鱼，在林子里逛了起来。你这鸡蛋怎么卖？我这鸡蛋不卖，只换粮票。卧槽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你是知道我有1000斤粮票吗？我有本地粮票，也有全国粮票，你打算怎么换？只换本地粮票，1斤鸡蛋换10斤粮票。鸡蛋在这个年代属于奢侈品，很多时候人都吃不饱，哪有粮食养老母鸡？这就造成了养鸡的人家极少，而鸡蛋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。你这里一共有多少鸡蛋？我全买全换了。 3斤半鸡蛋，你真的要全换？那可是35斤粮票啊！
小伙子，你可不要寻我老头子开心。于十九拿出一叠粮票来，眉头都不带皱一下，直接数出来35斤粮票来。你数数看吧。老头很快就回过神来，笑眯眯的接过粮票数了一下，数额刚刚好。我帮你把鸡蛋包好，可别摔坏了。买完鸡蛋，于十九依旧去吃了2碗肉馅馄饨，打包带走了10份剩的肉馅馄饨，总共才花了2块4毛钱。于十九拿了个饱嗝，提溜着鱼、鸡蛋和馄饨往黑市外面走。这一次可谓收获满满，算是预售的土豆，一共卖掉了1700斤，6条鲫鱼，赚了106块钱，加上空间里的10块钱，除去开销后，一共剩下113块6毛。穿越之后，于十九手里的钱第一次超过了3位数。站住！黑市有个奇怪的现象，4毛钱1斤的草鱼没人买，反而1块钱的遭人哄抢，只因这是60年代，购买低价草鱼需要草鱼票，而贵的不仅不需要票，甚至鱼儿还不腥，味道更是碾压普通草鱼几条街。就在男人摆完摊准备离开时，却被拦住了去路。站住！这是知道我赚钱了，想要打劫？两位有什么事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是第2次来我们市场，按照规矩应该交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是第2次来了，以前也不是很了解咱们市场规矩，能不能麻烦你们讲一讲？山澳黑市的维系确实需要一定的能力才行，人家保证了这里的正常交易，收点费用也在情理之中。规矩嘛不多，第1次来交易的人全部免费，往后来1次2毛钱。另外，我们这里不准强卖，其他就没有了。于十九不禁对山澳黑市背后的人另眼相看，2毛钱1次的费用确实不贵，难怪来来往往很多人都来山澳黑市交易。好的，这是2毛钱。我们收了这钱，在市场里遇到任何麻烦都可以来找我们，只要你占理，剩下的事情都能替你办好。这钱交的值当，两位大哥贵姓？我们姓孙，下次最好是进市场的时候就把钱交了。孙哥放心吧，我既然来这交易，规矩肯定会遵守的。孙哥，我想打听一下，咱们市场有猎枪卖吗？想要到深山老林里去打猎，只有1把军刺，显然不够保障安全。于十九早就想着要买1把猎枪了，苦于囊中羞涩，才一直压在心里。当然有卖猎枪的，不过他需要用相机做置换。那我这台怎么样？哎，你换新相机了，旧的呢？卖了呀。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索尼相机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3800多。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，像相机、无人机这种摄影器材、投影仪和音箱之类的影音电器，转转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兄弟，你听哥哥一句劝，我知道你想去山里打猎，但山里虎豹豺狼多，一个不小心就是尸骨无存的情况。多谢孙哥好意，我是帮我爸买的。于十九胡乱编了个借口就离开了，去了亲戚张宝成家。昨天张宝成和大队长张宝柱以及赵家2兄弟一起进山打猎，怎料遭到3头野狼袭击，赵家2兄弟卖了队友，害得宝成队也伤了他。于十九正好想打点野味，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后，第2天一早，于十九先去了黑市，把1200斤土豆交给了刘老七，顺利拿到了24尺的布票。告别了刘老七，于十九再一次踏上了进山的路。我已经爬上第2个山坡了，怎么还是没有发现野狼的踪迹？歇息了片刻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。于十九继续小心地往前走，就在即将登上山顶的时候，于十九没来由地涌起一阵强烈的危机感。左侧30米外，3匹野狼正分头向着这边逼近，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。狡猾的畜生，难怪宝成叔他们不知不觉就被3匹狼包围了。如果不是自己体质提高了不少，比一般人早点感受到危险的来临，同样会步他们的后尘。野狼显然没有察觉到，他们眼中的猎物已经发现被盯上，依然围拢了上来，很快就逼近到5米之内。处长，你过来啊！最中间的那一只狼发出一声狼嚎。另外2只野狼听到后，一左一右朝着于十九扑了过来。想要我的命，就怕你们牙口不好。小爷杀你个直捣黄龙！一个闪身离开了原地，直奔头领狼奔去。于十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掏出3棱军刺，直接击杀了头狼。另外2头狼并没有因为头狼的死去而退缩，反而步步紧逼。于十九的额头上，不知道何时泛起了一层牛毛细汗。左边那匹野狼好像受过伤，走路有些不协调，柿子还是得挑软的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干掉左边的野狼。于十九手中忽然出现一把锄头，朝着右边的野狼扔了过去。野狼本能反应往右侧跑开，躲避砸过来的锄头。于十九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利用自身刺激，再一次高高跃起，故技重施的落在左边野狼的身后。手中3棱军刺急速刺出，由于距离的关系，只刺中了野狼的屁股。一声悠长哀怨的狼嚎响起，随后就发了疯一样的往前狂奔而去。跑？你怎么跑啊？你可是狼啊，怎么能不战而逃？你同伴丢下你，独自逃了，我只能干掉你了。形势发生了逆转，野狼且走且退，于十九步步紧逼。几分钟后，野狼绷不住了，转身狂奔而去。想跑？嘿嘿嘿，我追！于十九弯腰把野狼首领收进宝塔空间一层，放开速度狂追起来。双方距离越来越大，最终野狼消失在了山林里。身体还是差了点，否则肯定能追上他。于十九回到击杀野狼首领的地方，把锄头取了回来，然后顺着血迹追踪菊花受到重创的那匹野狼。这野狼的求生欲真强，跑这么远还没有死，血都要流光了。那是哈哈哈，终于找到了。野狼身上还有温度，气息已经彻底没了。于十九把野狼放进宝塔空间一层，正要转身下山，就听到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。这是什么声音？不会还有狼吧？卧槽，这是狼崽子，还真的是有狼窝。
于十九知道狼崽子养不熟，果断决定要杀掉这些狼崽子，免得祸害进山的人。忽然，他停下了动作，短暂的愣神之后，眼前的4只狼崽子不见了。于十九没有再多待片刻的想法，而是迅速下山而去。就在他走后不久，逃掉的那只野狼从坡子上的大石头后走了出来。翻过最后一座山，太阳西沉，差不多5点了。宝塔空间2层开启了。没错，他刚才正要灭了狼崽子时，感受到了宝塔空间有了变化，一个闪身进入了空间内部。30米高的瀑布，看上去和宝塔空间一层没有什么区别。瀑布下面也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水潭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灵药田，只有一些围栏。4只小狼崽子就在围栏里挤成了一团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于十九在抚摸了狼崽子后，明显感觉到了一丝异常，他竟然感受到了狼崽子们的情绪波动，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主人。1级灵兽园有这个特殊功效，这功能简直太好了！只要把野兽幼崽放进灵兽园里，就能让他们认主，等他们长大后，就能驱使着去山林里狩猎。哈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宝塔空间2层忽然开放，看来还是跟狼崽子有关系，否则为什么不在遇到野狼的时候开放？于十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成年的野兽无法收进宝塔空间2层，而野兽幼崽就可以。对了，我还有1枚鸡蛋，不如拿进来看看能不能自动孵化。饿了3天的母亲想吃肉，新生儿子便前往深山打猎，可每次遇到猎物他都绕道走。更奇怪的是，明明眼前就有4个小狼崽子，他却不杀，反而给收养了起来，只因男人拥有一个宝塔空间，可以饲养小动物，并认男人为主人。这功能简直太好了！只要把野兽幼崽放进灵兽园里，就能让他们认主，等他们长大后，就能驱使着去山林里狩猎。对了，我还有1枚鸟蛋，不如拿进来看看能不能自动孵化。于十九把那枚鸟蛋从宝塔空间1层放进了2层的一个围栏里，狼崽子们挤到围栏边，想要贴近主人。看来是饿了，这些狼崽子刚出生时间不久，只能喝奶。可是我到哪里去给你们找奶喝啊？空间1层的灵潭水可以养鱼，2层的灵潭水应该也可以养野兽吧？于十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到灵潭边，捧起一口水尝了尝，跟1层的灵潭水没有什么两样。他小心翼翼地捧着水来到狼崽子的围栏里，蹲下身，都过来喝水。4只狼崽子听懂了，摇着尾巴凑上前，低头喝起水来。喝了一肚子水，狼崽子们团在一起睡觉去了。狼崽子们不饿了，看来灵潭水可以充当奶水的功效。这是山里的景象。于十九惊喜地发现，在宝塔空间2层中，他竟然可以看到外面的场景。刚才只顾着小狼崽子，倒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太好了，以后进山打猎就有了保命的手段，甚至是打猎的时候还可以偷袭猎物。这一次进山的收获不小，不但收获了2条野狼、4只狼崽子，意外之下打开了宝塔空间2层，拥有了灵兽园，可以让野兽认主。回到宝塔空间1层，于十九看了看那2只野狼，野狼首领是一只公狼，大约70多斤重，另一只野狼略小，4个狼崽子应该是他生的，母狼只有50多斤。这是子弹留下的伤，居然真是子弹头，不像是猎枪留下来的弹头，倒像是军队里作战步枪的杰作。莫非山里有土匪？于十九思考了一下，只把野狼首领拿出空间1层，刚进村口，迎面遇到一个熟人。于十九，你咋又没去上工呢？咦，你背的是什么啊？好多血啊！刚刚从山上下来，一不小心打了一头狼。哼，不就是一只狼吗？看把你能耐的！于十九懒得跟他计较，这丫头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有些爱显摆。上学那会儿经常被于十九欺负，见者有份，别忘了告诉你爸，到我家分肉吃。倒不是于十九大方，而是60年代都是搭伙吃饭的，不允许私自开小灶。张宝明家，赵大壮、赵二壮坐在长条凳子上，望着侃侃而谈的小队长。昨天的事情也不怪你们，当时那种情况之下，逃命就是人的本能。队长，这5块钱还有2斤粮票，是我们兄弟的一点心意。这不好，我又没受伤，怎么能拿你们的东西？队长，你要是不要，那就找个地方丢了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我们回去了。张宝明也不去追，把钱和粮票放进了口袋。算你们兄弟识相，居然敢丢下我先逃命。我正要安排你们做苦差事，暂时先饶了你们一回。于十九，你在哪儿弄来的野狼？从宝成叔那里知道了昨天的事情。于十九对这2兄弟没有半点好感。天上掉下来的，刚好被我给捡到了。路上的动静引来了不少人围观。这野狼怎么那么眼熟？队长，你认识这头野狼？小鱼，你进山了。于十九点点头，这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进山打猎不犯法，谁有本事都能上山去打猎。我听宝成叔说了，你们4个人进山打猎遇到3匹狼，结果有2个人先逃了。宝成叔为了救人，被这野狼咬掉了一块肉。他没有指名道姓，赵家兄弟和张宝明心里却很清楚，谁逃跑谁被救。野狼一旦咬了人，必须尽快杀掉，否则他就要吃人了。众人深以为然，纷纷点头。这头狼是野狼首领，就是他咬了宝成叔。一共3匹狼，你凭什么说这就是咬张宝成的狼？你们2个丢下同伴先逃了，认不出来也正常。我们又不是故意逃走，队长都说了，那就是人的本能。我说了你也不懂，我们队长还不是被狼吓傻了，差一点就尿了裤子，还是人家张宝成救的他，这也是人类的本能。队长，你不会发高烧了吧？脸怎么那么红？赵二壮气得真想扇他一巴掌。这下好了，送出去的钱和粮票打了水漂。赵大壮的话可把队长得罪死了。哦，原来你们2个丢下同伴逃命了。没想到啊，赵大壮、赵二壮竟然这么贪生怕死。张宝成伤那么重，你们也不去看看他？队长，人家张宝成救了你，你还让他婆娘去上工，连个照看他的人都没有，太不应该了！救命之恩大过天，队长你好歹买点东西看望一下。
村子里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民风淳朴，三观很正的。赵家兄弟待不住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张宝明身为队长，做不到那么光棍。我这不是正要去看望宝成兄弟吗？你们看，我钱和粮票都准备好了。刚才看到赵家兄弟从队长家出来，这钱和粮票难道是他们送来的？情理上绝对说得通，毕竟丢下队长跑路，必然会被报复。于19没有揭穿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一起去宝成叔家，让他看看咬他的野狼已经被我猎杀了。也好，那就一起去吧。小鱼队长，你们这是？于19想到家里没有像样的菜刀，也懒得处理野狼，刚好看到人群后面的张采花父亲张宝树。叔，你过来一下。小鱼啊，我家采花让我来取肉，这不还没有到你家，就凑上了这热闹。叔，你是老屠户了，麻烦你帮我把狼皮剥下来，剩下的狼肉分一条后腿给宝成叔。这狼咬了他腿上的肉，现在该宝成叔还回来了，剩下的肉见者有份，你看着分给大伙吧。于19不想吃这狼肉，毕竟吃过人肉的狼，他觉得有些膈应。反正空间里还有一整条狼，足够家里吃好几天的。回到家后，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，也不说话，气氛有些压抑。爸妈、姐，你们不吃饭啊？马上都快要凉了。你又去山上打猎了，明知道山里有狼群，你还是不听妈的话，你是要让妈担心死吗？妈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野狼只有3只，他们再凶猛，还不是被我杀了2只？你看这狼皮漂不漂亮？你还杀了2只，另一只呢？我把它藏在山上了，2只狼太重，我就先背回来1只，明天就去取回来。林秀珍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发现自己儿子确实毫发无损，叹了口气。儿大不由娘，以后进山千万注意安全。遵命。然而门外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，一辆吉普车急速驶来，在搞投机倒把就会被枪毙的60年代，男人不仅公然在黑市上售卖土豆和鱼，就连打猎到的野狼也带回家屠戮。就在男人想用晚餐时，警察却找上了门路。然而更奇怪的是，警察非但不找他麻烦，反而还对男人毕恭毕敬。小鱼啊，我有件事需要你帮个忙。刘大哥，你说说看，只要我能帮得上，一定尽力。这个还是晚点再说。我今天来你们村子是带着2个目的的。一番了解之下，于19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多警察来村子里。原来就在10天前，有3个歹徒抢了县里的轧钢厂，保卫科9死1重伤，歹徒抢走了30万现金。之后，全县的警力被调动起来，堵住了个交通要道和出逃路线。他们走投无路之下，最后躲进了于19村子后面的大山里。刘大哥，我好像知道一些线索。所有人目光看向于19手指方向，这是枪伤，56是半自动步枪留下的伤口，子弹还留在伤口里。该不会这要巧，狼遇到了那3个劫匪？一切等取出子弹后，做一下弹道检测，看看是不是轧钢厂那把56半自动步枪。小鱼兄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狼还有狼皮，我们可能要带回局里去。刘俊忠有些不好意思，狼是人家的猎物，虽然涉及到了命案的物证，说拿走就拿走，也着实不近人情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会跟局里申请，给你相应的补偿，就算哥哥欠你的大人情，怎么样？刘大哥，你都开口了，这事就按照你说的办，钱不钱的倒是其次，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把56半自动步枪？胜利公社的供销社于19去过，里面别说是56半自动步枪，就是猎枪也没得卖。这个可能有点难度，我尽量帮忙想想办法。好，那我就等刘哥好消息了。可可，小鱼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于19很是奇怪，什么事还要躲着人？刘哥，那咱们出去说话。刘俊忠点点头，2个人出了门，走到大路上。原本跟着看热闹的村民早就散了，本以为警察来抓人，谁知道人家是来送礼给张宝柱的，不但有苹果、罐头，竟然还有麦乳精，也不知道张宝柱怎么就抖起来的，警察都来给他送礼。刘哥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？关于山里的劫匪？不是，那啥，可可，上次的枸杞还有吗？不是给了你很多吗？药引子还不够？够了，效果也很不错。老领导还特地说这枸杞泡水特别提神。那我一会再给你2斤。哈哈哈，谢谢兄弟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回县城，肯定帮你搞一支56半自动步枪，子弹管够。对于他的话，于19表示很满意，不需要再去说什么，人家已经主动表态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吉普车再一次启动，扬着烟尘跑远了。九姐，你怎么嘟着个嘴？你还说好不容易打回来的狼，就这样被他们拿走了，也不说给留点钱什么的。好了，九凤，人家警察也是为了办案。再说了，那个刘警官不是说了，帮小弟弄一把什么枪，以后小弟进山打猎也就更安全些。还是六姐说的有理，希望刘警官说到做到，帮小弟弄到枪。张九凤瞬间释怀，事关自家弟弟生命安全，别说是狼，就是老虎也是要交出去的。小鱼啊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了城里的刘警官？以前没听你说过，人家还特地来给我们送这么重的礼，这人情可怎么还？张宝柱皱着眉头，看着2罐麦乳精发愁，这玩意可是高档货，供销社里就有的卖，1罐麦乳精12块钱。要知道这年头工厂里的正式工人1个月工资也才27块5，一个月不吃不喝也才能买2罐麦乳精。爸，不就是2罐麦乳精，2个罐头和几斤苹果吗？不至于那么大惊小怪的。罐头和苹果也就算了，12块钱1罐的麦乳精，我能不大惊小怪吗？爸，刘警官现在被一个案子难住了，我打的2只狼正好对他的案子有帮助，你就不要担心还人情的事了，说不定因为这事案子就被他破了呢。刘哥真是个讲究人，他是刑警队长，虽然不知道他工资多少钱，礼物买的是挺重的，这枸杞算是没有白给。
再说了，上一次帮刘俊忠搞定了要引子的事情，让他在领导面前立了一大功，这是钱能比的吗？于十九是心安理得，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但这些不好跟自家老爸说，只能循循善诱的引导。我去池塘那边钓鱼去了，你小心点水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姐姐们，你们真啰嗦。好你个于十九，敢说我们啰嗦？四姐妹还没来得及追出去，于十九已经大声笑着跑远了。四野无人，于十九闪身进了宝塔空间一层。他来到灵潭旁边，查看了一下水里养着的鱼。这鲫鱼还是没有缠子，个头倒是又增加了一些。随手把这条2斤多重的鲫鱼放进了灵潭水里。于十九有些失望，他又查看了一些鱼儿，发现鱼儿的增长变慢了。小鱼放进灵潭水中，经过了最初的快速增长阶段，个头基本达到了空间外个体的极致。就拿鲫鱼来说，正常情况下，池塘里的鲫鱼2-3年的生长时间，差不多能长到2-3斤重。而在灵潭水里，只需要10天左右就能长到这么重。随着时间的增加，鲫鱼的体型增长就会变得缓慢了。把1级灵药田里的枸杞收了，于十九来到了宝塔空间2层。那一枚鸟蛋依然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。4只狼崽子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，开始哼哼唧唧叫唤，往于十九这边的围栏边跑过来。才1天的时间，4只狼崽子已经会跑了，个头也长大了一圈。这尼玛说你是狼，人家都不带相信的，比狗还驯服。于十九逗弄了一番后，又把小狼崽子放进了围栏中。出了宝塔空间，于十九来到之前破开的冰洞旁，无法逃避的开始捕鱼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进山又太冷，不如多抓些鱼来养着。2个小时后，只抓到50多条小鱼，远远比不上上次的收获多。看来这个池塘里的小鱼儿基本被抓差不多了。于十九把这50多条小鱼放在了宝塔空间2层的灵潭，又从宝塔空间1层拿了一些枸杞放进了灵潭。1层的灵潭就是单纯的放鱼，不放其他东西给鱼吃，等鱼儿长大了再把它们拿出去卖。而第2层空间灵潭水里的鱼就用枸杞来喂养。枸杞是大补的好东西，给鱼儿吃了之后，鱼的肉质应该也会发生一些变化。再加上灵潭水的神奇功效，养出来的鱼肯定会有滋阴补肾的作用。到时候家里人优先享用2层灵潭水里的鱼。做好打算之后，于十九出了空间，第2天再次进了山。3万斤的野猪，每次饿了都会啃木头，明明旁边就有现成的生肉，他却不吃，反而对着一棵大树乱砍。最后一个野猪死了，大树轰然倒塌。卧槽，看这力道完全是想把老子往死里撞啊！我不就是想打一头野猪吗？你还至于这么深仇大恨吗？原本于十九想上山碰碰运气的，结果就遇到了野猪，有些棘手啊。野猪皮糙肉厚的，真不一定有狼好杀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只见外面的公野猪重重摔在了地上。我这就猎杀了一头野猪。来不及多想，于十九迅速出了空间2层，往公野猪方向冲去，手中的3棱军刺狠狠扎进他的心脏。公野猪条件反射的站了起来，于十九迅速躲进了宝塔空间2层。你学什么不好？学人家诈尸啊！吓老子一跳！公野猪找不到于十九。最后只能进行无差别攻击，于是四周的小树野草遭了殃。几分钟后，失血过多，终于轰然倒地不起。于十九确认四周是安全的，迅速出了空间2层，把野猪收进空间1层后，于十九不敢过多停留，迅速下山。哈哈，老子安全了，运气真不错，机缘巧合收获了一头公野猪。可是野猪该怎么处置？这么大一头野猪，一旦拿了出来，就不能再往空间里放，目标太大，太容易被家人怀疑了。而且随着气温越来越高，时间一长，猪肉肯定要变质的，这不就是严重浪费吗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他一直想着给家里人兜换个轻松活计，所以于十九觉得还是要把野猪给封了，给家里积累一点好人缘也很重要。进屋后，张宝柱等人全部不说话，阴沉的一张脸，气氛很是压抑。怎么都不说话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张宝柱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4个姐姐也不吱声，脸色也更是愤愤不平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人欺负咱家？今天队长分工了。林秀珍把事情简单讲了出来。生产队今天分工，张六凤4姐妹还是定了学徒，做满1天工还是4个工分。张宝柱年纪大了，干活没有壮年人利索，这次被定了8级，1天就少了2个工分。队长张宝明发话，于19年满16岁，如果还是不上工的话，就要按照壮劳力1天扣掉10个工分。时间不早了，身体要紧，还是先吃饭，有什么问题再一步一步解决。于19唯有先这样劝说，问题就留给自己想办法。这一顿饭吃得很快，也很沉闷。吃完晚饭后，各自早早回屋上了床。生产队长张宝明这样做，已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想要从我身上打开突破口，显然不可能。生产队里行不通，那就换个法子，直接到张庄大队，看看能不能从大队长那里走走路的。想到这里，于19心里有了底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于19早早起了床，先去了一趟山上，然后把野猪从空间拿了出来，假装刚受弱，吃力的拖着往大部队走去。前面的是宝珠家孩子，他身后拖着的是啥？看着黑乎乎的，个头好大，那是野猪。都吵什么呢？一个个上了半天工，肚子都不饿是吗？去晚了食堂可没有饭吃。2队长张宝明不满地扒开人群，朝几10米外的于19看了一眼。于19，你小子不识抬举，打了野狼回来，让3队长去分狼肉，我一点好处没落到。哼，你不是能耐吗？我就是在分工时故意欺负你们家了，你们能怎么着？于19走得近了，有人终于看清了他身后拖着的野猪。我操，我不是眼花了吧？于19真的拖回来一头野猪。什么啊？真的是野猪？我去看看去。哎呀，还真的被说中了，于19打到野猪了，大家快去看看去。各位父老乡亲，麻烦帮我把这野猪抬到村大队部去，我请大队长出面帮忙，大家一起分着吃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么大的野猪跟我们分着吃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如果我只是打到兔子、野鸡这种小猎物，我肯定不会跟你们分。
全村那么多人，肯定也不够分，是不是？大伙听了一阵哄堂大笑起来。小鱼说的对，一只兔子10几斤，真的分出去，大伙能吃到指甲大小的肉就不错了。一行人抬着野猪，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的往大队部走去。于是九注意到二队长张宝明黑着一张脸，孤零零的站在那里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我等下看你有脸来分肉，敢给我家人使绊子，出阴招，咱们走着瞧。于是九达到一头大野猪的消息，像是插了翅膀一样，很快就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张庄村。大家伙不论是上工的还是留在家里的，全都往大队部跑去。请我们大队长说几句话，然后大伙开始分肉。大队长张宝贵对于这个出了5副的侄子，他也是刮目相看。以前是个不着调的，现在却好像变了个人。今天宝柱家的于19单枪匹马进山打猎，猎到了一头4、500斤的公野猪。于19跟我说了，他说大家都是一个村乡里乡亲，他不愿意吃独食，要跟大伙分着吃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大家肚子都饿了，抓紧时间杀猪分肉。不多会儿，野猪就被清理出来，一共是388斤，180户人家，一家分2斤野猪肉，剩下的都归于19家。谁有意见没有？没有意见，没意见就好。野猪是于19打的，由他先来选肉，给我割20斤五花肉，再多10斤排骨，肥肉还是留给大伙分吧。我的肉多，就不跟你们抢肥肉了。村里180户人家，除去于19家，正好要分掉358斤，剩下30斤就是于19家的。我的肉分好了。叔，你们开始分吧。于19拿好自己的肉，走到父母旁边，谁知二队长张宝明的媳妇冲了出来。于19，你欺负人，全大队每家都有肉，唯独我家没有，你就是故意打我们脸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，反正就是不给你家。于19才不在乎，反正张宝明出阴招了，那就不要怪他反击。队长老婆跺了跺脚，气呼呼离开了。分完肉后，于19直接找上了张宝贵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叔，我还想请你帮个小忙。什么事？你尽管放心大胆说，叔能帮的绝不推脱。于19了解大队长的为人，知道他说的是真话，倒也不拐弯抹角，把二队长欺负家人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就想叔帮忙想个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事情解决一下。这个张宝明，这做的都是什么事情？他那婆娘倒是不要脸，你不给他肉是对的。按理说生产队里已经分配过了，我这个大队长也不好过问。我知道的，所以就是问问叔有没有其他法子。别人的面子不看，你小鱼的面子，我这个大队长一定要照顾一下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大队今天要多养2头猪。我准备增加1个人帮着养猪，工分按照满了算。你看你家谁去养猪？于19大喜过望，养猪这活计可是个实打实的好差事，不像是从事田间劳作那样，做什么都要受到天气的制约。这工分刷起来也是嘎嘎快。我爸身体不太好，去田里干活有点吃力，就让他去大队里养猪。叔，你看怎么样？哈哈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要这么说。1天10个工分，1年下来就是3、4千工分，抵得上张宝明2口子的工分。不过啊，你4个姐姐的定级问题，我暂时不好过问，事情不能做得太明显，不然被张宝明2口子抓住把柄，闹起来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我理解的，叔，你帮我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我们全家都会感激涕零。还有什么其他事要我帮忙的？没了，多谢叔了。下回打到野猪，还是按照今天这样，麻烦叔给主持分肉。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叔等你好消息。不过上山打猎千万注意安全，保住小命最重要。知道了，叔，我走了。为了养活9个姐姐，男人在搞投机倒把就会吃枪子的60年代，公然去黑市摆摊卖鱼，结果却在半路遇到了劫匪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劫匪非但不抢劫男人，甚至还主动给他钱，并对男人毕恭毕敬。哎呦，老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些天来，天天都有人来打听你来没来黑市，他们都想着要买你的鱼。你嫂子也天天说还想吃鱼。孙金亮就是黑市秩序的维护者，来黑市交易的人都需要给他2毛钱，跟强盗差不多。我这不是来给孙哥送鱼来了吗？2条鱼我都要了，我给你钱。孙金亮一把接过鱼，就从口袋里掏出2块钱。哥，你给我留1条吗？都有，这2条是你的。多谢于兄弟，我也给你钱。孙金鹏大喜过望，掏出2块钱就要给。按理说不应该收你们钱的，但不瞒2位孙哥说，这鱼是几个人一起进山捕的，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折扣价，就当我和我爸那1分钱不要了。这怎么能行？你们进山捕鱼不容易，我们能优先买到鱼就很好了。孙哥不用客气，我给你们打个5折，你们1人给我1块钱就行。既然老弟你这么说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于19个收了他们1人1块钱，又掏出2毛钱。孙哥，这是这次的费用，你们收一下。这说的什么话？以后你随时来，费用我帮你免了。这样能行吗？你们牛哥会不会怪罪你们？这点小事情，牛哥还是给我面子的。那就多谢孙哥了。这个手机我送给你吧。哎，换手机了，挺贵吧？不贵，转转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华为 Mate 40 Pro 只花了1200多，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。看着挺新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。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 ，iPad Air 5也只要2400多，大屏幕看剧可爽了。总之，买靠谱2手，我推荐转转。那我明天去看看。对了，上次你问的立仓的事情一直没有消息，等遇上了，我肯定会跟你说。这个不急，咱们市场有人收皮货吗？这个倒是真没有。隔壁红旗公社有个黑市，打猎的人基本都去那边交易。孙哥，方便不方便告诉我地址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他们那儿的黑市在镇乡最南面，那儿有一处废弃的厂房，你去了就知道。我知道了，多谢孙哥。
于十九提着剩下的鱼进了林子里，往前2次摆摊的地方走。不巧的是，摊位上已经有人了。于十九打量了几眼，那人身材矮小，但是长得比较结实。摊位上摆着2只老母鸡在卖。你这老母鸡怎么卖？3块钱一只。报了价格后，那人不再搭理他，继续盯着过往的人，寻找着潜在的买家。于十九伸手在老母鸡身上捏了捏，瘦骨嶙峋，几乎没有几两肉。3块钱？你怎么这么黑？这老母鸡总共也没有2两肉，很多天都没喂饱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不能生鸡蛋了。嗨嗨，价钱嘛好商量，只是你口袋里有钱吗？你这人真好笑，我既然问了价钱，肯定是诚心要买。这样吧，这2只母鸡我给你3块钱。2只3块，我说你也太能砍价了。看在你诚心要买的份上，4块5不能再少了。你这老母鸡太瘦了，我再加2毛钱，3块2。那人看于十九犹犹豫豫，不太想买，心里犯了急。这样吧，最低3块5，你要是不买就算了。好吧，我就吃个亏，3块5买2只不下蛋的母鸡，回去煲汤喝。矮个子气呼呼的接过钱，转身就走。嗨，我这儿有山里捕的鱼，你要不要买2条回去？于十九看他走了，也不用再去找位子。矮个子停了一下，转身问：你的鱼多少钱一斤？不论斤卖，1条鲫鱼1块钱，都是1斤半左右的大鲫鱼。1条鲫鱼卖1块钱？刚才谁说我黑的？我看你比我还黑，我不买。什么？你不买鱼？卖鱼的来了吗？哪个卖鱼的？我不认识。就是你说的1块钱1斤的那个。哦，你说他啊？我劝你别买，他那鱼1块钱1条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不听劝？矮个子看着那人急匆匆走了，很是奇怪。更让他迷糊的还在后面，只见又有几个人窜了出来。卖鱼的在哪边？矮个子不知所措地点点头。几个人根本不等他回答，转眼跑没了影。这鱼这么好吃，怎么都抢着买？要不去看看去？矮个子不由自主转了身，往刚才来的方向走去。大家不要紧，按顺序排排好。这次我捕的鱼多，一共30多条，人人都有的买。于十九指挥着，让聚集在前面的7、8个人把队伍给排好了。乱糟糟的几个人快速排好了队。矮个子搞不清楚什么情况，秉着遇到好事千万不能错过的原则，也跟着排到了队伍最后面。喂，兄弟，哪里有买鱼还要排队的？一看你就没吃过他捕的鱼。不就是鲫鱼吗？还能吃出2个味道来。呵呵，啥也不懂。前面的人不再搭理矮个子。我买6条鲫鱼，这是6块钱。鱼都差不多大，自己拿吧。我买8条鲫鱼，给你钱。我也买8条。卧槽，你们前面的能不能少买一点，给我们留几条好吧？3个人直接买了22条鱼，只剩下10几条鱼。后面人急得不行，纷纷叫嚷起来：我尼玛，老子的鱼这么畅销了，大意了啊！于十九数了数，还剩下5个人，他把口袋抓在手上，另一只手假装在数鱼，实际上在偷偷往里放鱼。大家不要慌，刚刚我数错了，不够大家买的。下一个，我买6条鲫鱼，钱给你。于十九把钱放进口袋，亲自给他拿了6条鱼。接下来3个人都是买了8条。你们买这么多回去，吃得完吗？嗨，这么贵的鱼，我们舍不得都留着自己吃，这不是为了送人的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还有鱼吗？没多少了，我来看一下，还有4条，你要不要？4条鱼都要了，我也回去尝尝味道。矮个男子给了4块钱，拿着4条鱼乐呵呵的走了，完全忘了刚刚到手的3块5，还没有捂热就还给了于十九，最后还特么倒贴了5毛钱。这一趟来得很值，56块钱轻松到手。于十九收了蛇皮口袋，手里提溜着2只老母鸡，在市场里逛了一圈，没看到什么想买的东西，转身离开了黑市。宝塔空间2层里，围栏里的2只老母鸡悠闲地吃着新鲜枸杞，喝着灵潭水。先把它们养肥再说，至于能不能生鸡蛋，这个问题嘛，能生鸡蛋最好，这样每天都能有鸡蛋吃。如果不能，那就炖老母鸡汤喝。于十九想得很开，3块5毛钱买2只老母鸡炖汤，比吃猪肉划算多了。后山一处天然洞穴中，咱们在这儿待了1个多月，老子都他妈要憋疯了。满脸胡茬子的高个男子暴躁地用枪管拨弄着篝火，数点火星溅起，朝着一边的麻袋落去。老三，你他妈的疯了吗？矮个男子声音刺耳，急忙冲到麻袋旁边，用力拍打着麻袋上的火星。这可是30万块钱，够我们活几辈子也花不完。二哥，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？咱们困在这深山老林里，连个娘们儿也看不见，简直生不如死。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山，弄几个娘们回来解解乏？县里的帽子一定把我们的画像贴满了整个县城，还有山外的条子和村民，说不定就躲在山村里等着我们撞在枪口上。老三，你这个猪脑子整天就知道双排，早晚有一天你要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老大一顿狂骂，老三不敢吱声。再等几天，你和老二去山外探探路。知道了，大哥。洞外传来了阵阵夜宵的啼叫，3人呼吸一致，山洞里没了声音。在闹饥荒的60年代，别人都在吃土啃树皮，男人家里却堆满了大米白面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全家都吃得满嘴流油，唯独母亲一人却饿得面黄肌瘦。王大海，你这个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东西，自己偷偷吃鱼，怎么不想着给我和你爸盛一碗汤？我们已经分家了，更何况我媳妇刚刚生完孩子，需要补身体。哼，他又生了个赔钱货，还想让我们白养着他们吗？按照你这样说，那你也是赔钱货了。于十九本来在家的，谁知道得知大姐生孩子了，就跟母亲2人带着一些吃的来到了大姐婆家，谁知道正好看到大姐被人欺负。谁骂我？
你个为老不尊的东西，骂你怎么了？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，于19走了进去，把手中粮食放了下来。你怎么有这么多粮食？还有鱼，小年纪学人家投机倒把，我要去公社告你。你去告啊，我还怕你不成？等你们公社人来了，我还要告你诬陷好人。于19有恃无恐，粮食都是自己在胜利公社粮站买的，放在空间里存着，在红旗公社根本就没有购买记录。妈，你乱说什么？我岳母刚刚说了，小鱼是个很好的猎手，在山里打过野猪，给大队每户都分了，而且他还认识县里的条子，如果他是投机倒把，人家条子能放过小鱼吗？我不跟你说这个，你买的这些是给王大海的吧？那就有我老太婆一份。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凭什么就有你的一份？我大姐一家跟你分家了，你们队长亲自见证的，你是要选择性失忆吗？于19一点不给他脸面，这种人绝对不能惯着，否则他就能骑到头上屙屎拉尿。你们给评评理吧，我家大海他不应该孝顺我吗？把鱼、鸡蛋还有大米分点给我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大姐夫孝顺你，那得他自己有才行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带来的，给我大姐坐月子吃的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张大凤婆婆愣住了，这好像还有点道理，不行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大海，你说句话。我小舅子说的对，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我没有权利拿它送人。这个便宜大姐夫还算是有底线，我大姐没嫁错人。大姐夫，你把这些拿屋里去，把鲫鱼养在木桶里，每天炖一条鱼给我姐喝，再煮一个鸡蛋给小月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兄弟。咱们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于19故意瞪了老太婆一眼。父老乡亲们都在，现在是新社会，男女都是一样的，女孩子跟男孩子一样，不是他说的赔钱货。围观的人里很多都是女人，她们对这个深有体会，七嘴八舌的附和起来。大凤的弟弟说话在理，我是服了。一看这小伙子就是读过书的，明事理。大凤婆婆这事情做得太绝了，不怪人家娘家人。大凤婆婆见众人纷纷指责，众怒难犯，一时理去词穷，不甘心地躲进了屋子。没有热闹瞧，人群很快散了。儿子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也给你姐出了口气。小弟，你现在长大了，能给姐撑腰了。下一刻，怀里刚出生的婴儿哭闹起来。大凤啊，你先哄着孩子，妈去煮点米汤。妈，我有点胀。于19识趣地走出屋子，随手把门带上。红旗公社有一个黑市，这次既然来了，总得去看一看。10几里路，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我是来卖野兔的，还有一张袍子皮。咱们这儿的规矩是不是要先交钱？5毛钱不还价。于19给了钱后，顺利进了黑市。卧槽！他瞬间就被这里的规模也惊到了，里面来来往往的人，卖的东西也很多，各种粗粮、细粮几乎都有人卖。卖肉的也有好几个摊位，大多数都是猪肉。难怪这个黑市收费高了不少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这家黑市背后的老板必然很有身份地位。于19来的比较晚，好位子没了，最后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把野兔、袍子皮放在地上，空间里还留了一只章子，没有拿出来卖。这些都是于19打猎时候捕获到的。这位兄弟，野兔怎么卖？咱们这儿猪肉多少钱一斤？1块钱啊。这样吧，我这野兔1块2一斤，合适你就拿走。好，你给称一下，我马上给你钱。那人手抖了一下，赶紧从口袋里掏钱。好像价格开低了，还是不了解这里的行情，第一单就亏，看样子还亏得不少。但是价格是自己开的，总不能再反悔。那人把21块钱塞给于19，拿起野兔头也不回的走。袍子皮怎么卖？还是老价格，能不能便宜点？现在山里猎物不好打，我这一个冬天也才打到一只袍子，价格方面实在是不好再便宜了。一张袍子皮在供销社最多卖个20块钱左右，但在这里却能卖到近40块的价格，简直就是血赚。野兔卖吧，卖啊！我全都买了，你给称一称。一共是42斤7两，85块4毛钱，你给85就行。中年胖子掏出一沓钱，至少也有200-300。这位大哥，章子你要不要？你有？我朋友在另一个摊子，你要是买我就去拿。那好，我按照市场价2块2一斤买，你去拿吧。于19钻进了人群里，手里拿着蛇皮口袋，找了个偏僻无人的地方，把章子放进口袋里，然后迅速回到摊位旁。中年胖子还在等着。我给您称一下，章子还是软的，早上才打的吧？大哥一看就是个行家，您说对了，野兔和章子都是我和朋友一早进山打的。于19称了一下，一共是26斤2两，按照26斤算，一共是57块2，您给57吧。你倒是个会做买卖的，家里都是猎人吧？差不多吧。大哥您慢走。于19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，这胖子还真是个大客户，把我的猎物都包了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你运气真不错，刚来就遇见大主顾，知道他是谁吗？我是第一次来，还真是不清楚。我告诉你吧，他就是红旗公社管食堂的李主任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他买这么多野味，这还要问吗？食堂是什么地方，肯定都是招待城里来的客人嘛。于19秒懂，这也很正常。城里人难得来一次乡村，吃一顿野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东西卖完了，到手201块钱，3位数字的收获。于19收拾好口袋，便匆匆离开黑市，打算去附近的山上看看能不能打点猎物给他姐补补身体。男人养了只会下蛋的公鸡，不仅一次能下18个蛋，就连在孵蛋时还能继续下蛋。更奇怪的是，下的蛋个个都跟鸵鸟蛋一样大，只因男人拥有一个宝塔空间，饲养的动物都能在短期内得到便利。卧槽，这是生蛋了！
再孵小鸡。他抱起2只鸡，下面各有9个鸡蛋。1天时间18个鸡蛋，这么厉害的吗？4只鸡走了过来，2只孵蛋的鸡起身，主动让开位置。一边又多了1个蛋，孵蛋的时候还没有忘记下蛋，佩服。可是我怎么记得孵蛋的老母鸡它是不下蛋的啊？怎么到了宝塔空间里，它还能一边孵蛋一边生蛋？这不是奇了怪了吗？算了，想不明白就不去想，反正老母鸡孵蛋下蛋2不误，对自己有好处不是？出了宝塔空间后，于19把5、6半自动步枪擦了擦，继续往山里走。意念一动，4只狼宠被放了出来。嘘，安静一些，不要把猎物吓走了。兴奋的狼宠秒懂，赶紧闭嘴。于19眼神示意，大灰和小灰会意，转身往林子里跟去。几分钟后，林子里就传来了动静。走，去看看去。刚走了一小段路，大灰率先跑了回来，嘴里还叼着一只野兔。小灰紧随其后，同样叼着一只野兔。我是放你们出来围猎的，你们直接把我的事情给干了，我还要枪做什么？这他妈算不算是种幸福的烦恼啊？你们都去抓兔子去吧。这一次足足等了20多分钟，4只狼才回来。猎物是1只野鸡、2只野兔，还有1只松鼠。哈哈哈！早知道你们这么厉害，我还那么费力干什么？1个小时不到，收获4只野兔、1只野鸡、1只松鼠，绝对的意外之喜。1人4狼悄无声息地往深山行去。小优呀，你带手机没？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让她去一趟村长家。你都换上3折叠了，真厉害！都是人家合作商寄过来的，大家点左下角都能免费领，不仅有 Mate 70 Pro， 还送华为3折叠和苹果16 Pro Max， 都是官网新机。点左下角注册上线升级就看到了，都不用下载。是啊，粉丝群里都人手一份了，你们赶紧去试试。不会又要拉人助力吧？我谈的合作你放心，左下角手机都是实时打包发货的，等级一到没手机你直接找我。真的有客服让我选配了。好，我一会看看怎么个事。前面就要到野猪窝了，狼闻到了野猪的气息，变得躁动起来。你们先回空间待着，那是野猪群，我用枪对付他们。于19说着就要把狼收进空间，20多头野猪的疯狂攻击，别说是4只狼，就是老虎也要退避3舍。这片深山里还有其他猎人，距离不会太远，应该就是野猪窝附近。早就听说山里还藏着抢了轧钢厂30W的劫匪，该不会真是这3个劫匪吧？对方有枪，于19更不想辛苦养大的狼宠被对方伤害，他把狼宠收进宝塔空间2层，迅速向着野猪窝赶去。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，随即就是野猪愤怒的咆哮声。于19终于赶到了野猪窝附近，他把身体隐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找了一个极好的视角，看向野猪窝。老三，快左边！老大扣动扳机，子弹打中野猪的肩胛骨，蹦出火星。野猪硕大的身体只是晃晃，转头撞死。妈的，运气怎么这么差？竟然遇到了疯子一样的野猪群！大哥，我们要尽快杀出去，枪声肯定会引起村民注意的。20多头野猪怎么杀出去？都怪你们2个，害怕我留在山洞会吞了你们的钱。现在好了，钱没命去花，要特娘的被野猪拱死！话不能这么说，老三起了色心，偏要抓几个姑娘进山。大哥你让我和老三出山，但又不让我们带着自己的那一份钱，这不能怪兄弟我多想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别争了，还是先想想怎么逃命吧。20多头野猪，咱们才干掉3头，也不知道这群野猪到底是抽的什么风，见到人就要拼命。3人不知道的是，惹得野猪狂怒的罪魁祸首，现在就躲在30多米外，正全神贯注的吃瓜看戏。我擦，还真是抢了轧钢厂30万的劫匪，没想到被野猪围攻了。与此同时，野们猪疯狂地发动新一轮攻势，劫匪也已发现背靠背的不法之处，他们开始分散开来，各自为阵。老大连开数枪，弹匣已经full，他来不及重新装填弹匣，他从靴筒里拔出一把红光闪闪的匕首，狠狠扎进野猪的眼窝。不好，野猪都疯了！老二、老三，快！老三发出一声凄厉的哀，手枪对准。枪声连续响起，直到弹匣被清空，再也打不出一粒子弹。我操，疼死老子了！老三挺住，快点到树上来！我操，老三快跑！这个老三还真是要钱不要命，都这时候了，依然放不下那一袋子钱。可惜，就算没有野猪，他也死定了。只凭老三伤口血如泉涌，就知道野猪锋利的獠牙好巧不巧的扎中了他的大动脉，如果不拔出来，可能还有得救，现在肯定是不行了。大哥救我，二哥！老三，你撑着点，等我杀光这群畜生。老三挺住，我和大哥很快就能杀光他们。老二极力隐藏心中的一抹狂喜，朝着野猪群一阵猛烈射击。虚情假意，等你们杀光了野猪，老子还特么的有命在吗？老三被疯狂的野猪群淹没，不知道有多少獠牙刺透了他的身体，枪声响个不停，连续打死打伤9头野猪。老大，我只剩下10颗子弹了，还剩下12头野猪，怎么办？我这儿还有9颗子弹，咱们打准一些，争取多打死几头。少了一个人，我可以分到的钱又多了1万。如果再少一个人，不是就能独吞这些钱了？野猪一头一头的打下来，最后只剩下最后2头野猪。老二，我只剩下最后1颗子弹了，咱们一人杀1头。好的，老大，我们杀完下去分钱。2声枪响同时响起，野猪没有倒下，老二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他渐渐消散的眼神透出很不甘心，明明同时调转了枪口的，可他就是慢了一步，让老大有了躲避的先机。嘿嘿嘿，老二啊老二，你既然想阴我，那我只能送你上路了。2头野猪根本不需要2个人，老子自己就能解决。几声枪响过后，一切变得安静了下来。又是一幕手足相残的大戏，真是精彩。现在轮到我出场了。
56式半自动步枪架在石头上，3.1线瞄准至56并打中，呼啸着飞出枪管。哎呀，尼玛，我这是打中还是没打中？老大顾不得腰眼传来的剧痛，举枪朝着老二掉下来的地方一通乱射。你对着一个死人打什么？好像那个老二跟我在一个角度的直线上，这就难怪了。老子把你筛子，让你不死，让你出血，死！老大突然意识到不对劲，刚才那个枪声很响亮，绝对不是手枪的声音。不对，这里还有其他人。别动，动就轰爆你的脑袋！在乱谈恋爱就会挨枪子的60年代，我不仅左拥右抱，就连杀了人警察也不抓我，反而还颁发锦旗，并对我进行公开表彰，只因我进山打猎时意外撞见了通缉犯。别动，动就轰爆你的脑袋！老大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不敢抬头去看，更不敢随便乱动。你说话不算话，让你不动你还真不动，蠢货！对待这种穷凶极恶之徒，于是九没有丝毫怜悯。他们在轧钢厂大开杀戒，造成保卫科9死1伤的重大伤亡，自己也算为民除害了。在3人身上搜了一番，确保不会留下指纹，除了3块手表、1沓票据、子弹、零散的几块钱毛票外，别无所获。于是九拿走3块手表和那票据，其他东西还是放回原处。还得谢谢这3个打工仔，外加背锅侠，帮我打了这么多野猪。于是九把野猪一头一头收进宝塔空间1层，一共是27头，收获真不错，拿到黑市去卖，不知道能卖多少钱。野猪窝也不能放过，上次只来得及抓走17个野猪崽子，这次可以一锅端了。于是九没有去管地上那3个装满钱的口袋，不是他不喜欢钱，而是这30万是轧钢厂1万多人的工资，是他们的血汗钱。穿过一片杂草后，一群瑟瑟发抖的小野猪崽子，以及8头30斤左右的花皮野猪映入他的眼帘。哈哈，这17头小野猪一网打尽，只是你们长得也太慢了，和你们同胞的野猪兄弟姐妹们都已经140-150斤了，而你们才10几斤重。宝塔空间2层，于是九摇摇头，又扔了一堆土豆进去，再分别放了一些灵潭水，便不再管他们。处置完了猎物，于是九背起3袋现金往山外走，来到大队部，只有值班的通讯员张华在。小鱼，你来大队部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大队长在吗？他去大队食堂吃饭了，再有半个小时就能回来，你坐下等一会吧，我去给你倒杯茶去。张华这个通讯员年纪不大，但他有点眼力，消息也比较灵通。县警察局刑警队刘队长、胜利公社派出所赵所长都和于19称兄道弟。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跟大队长商量，你赶紧去一趟食堂，请他回来。这个大队长会骂我的。那我能打个电话吗？电话是锁着的，要是在副大队长那里，他也去了食堂。谁要用电话？李副大队长。张华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这里是大队部，不是谈天说地的地方，你怎么做事？什么人都让他进来的？张华知道称呼错了，急忙换了称呼，解释了一下原委。这样啊，那电话是谁要用啊？李长山明知故问，有意要于19难堪。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打电话给派出所赵所长。你难道不知道大队的电话机是用来接听上级领导电话的吗？万一在你打电话的时候错过了领导的重要指示，这个罪责你能担当得起？还有，赵所长会接你的电话，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李副队长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电话真的很重要，万一耽误了事情，你要负全责。哎呦呦，你还吓唬起我来了。张华，我命令你立刻马上把他给我赶出大队部。这不好吧，毕竟人家于19是要汇报事情的，万一……什么万一1万的？他就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毛孩子，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于19见状，不好让他为难，提起袋子走出了大队部。李副大队长，我现在就离开大队部，不过你要记住，这件事你得负全责。跟我叫板，你还是等下辈子吧。于19肩上背着70斤重的现金，直接来到了派出所，顺利找到了所长办公室。小鱼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坐下。赵哥，你来看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次是不是打到什么好山货了？你上次送给我的鱼比什么山货都好。于19一条飞线，一摞一摞扎成捆的大黑石露了出来。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钱？该不会是……嗨，小鱼啊，你从哪儿弄来的我不管，你赶紧把它还回去。还有，我今天没有见过你。赵哥，你真的要我还回去？哎呀，小鱼，我这样做已经违背了纪律，你要明白你赵哥的苦心。赵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于19不偷不抢，作奸犯科的事情更不会去做。这些钱是县城轧钢厂工人的工资，不过我没有数啊。轧钢厂的工资，劫匪已经被我击杀了。赵哥，还是先给刘哥打个电话吧，把这件事跟他汇报一下。赵振国用力点点头，急急忙忙地拨通了县局的电话。喂，我是胜利派出所赵振国，有重要的事情找刘队。赵所你好，刘队和县局领导去县政府开会了，你等会再打吧。我的事情十分紧急，麻烦你务必尽快联系上他。就说轧钢厂的案子有眉目了。啊，真的？好，我马上就去。赵振国挂了电话。小鱼，刘队开会去了，可能要等一会才能联系上。趁着这个功夫，赵哥可以找人把赃款点清。与此同时，安平县政府偌大的会议室内，空气异常沉闷凝重。刘向东，经过县委常委会决定，限你们10天内破案，追回轧钢厂工人的工资。徐书记，我们警察局人手不够。刘向东，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困难，1万多轧钢厂的工人，他们就不困难吗？我今天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能破案，那就换一个人来做这个警察局长。
局长刘向东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脸涨得比猪肝还红。许书记，我们警察局马上组织精干力量，争取10天之内破案。会议室外的廊檐里，有名身穿警服的男子在窗口处来来回回踱着步。不知道现在在开会吗？怎么还有无关人等扰乱会场？你什么时候来不好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，这不是给老子拉仇恨来了吗？他咳嗽一声，用脚踢了踢旁边的刑警队长。许书记，这是我们局里的电话接线员，他应该是有要紧事情汇报。重要的事情？现在还有什么事情？是比找回轧钢厂工人的工资还要重要的吗？许书记，那我……许东来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示意他出去。刘俊忠暗暗松了一口气，逃也似的出了门。局里出了什么事？你都找到县委会议室来了？刘队，胜利公社派出所来电话了。赵振国，这小子是不是又搞出什么事情来了？可不能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否则又要挨一顿狂批。不是啊，刘队，赵所长说轧钢厂的案子有眉目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轧钢厂的案子有眉目了。电话在哪？我要打电话。刘俊忠顾部的会议室正在开会，推开门就冲了进去。刘俊忠不管不顾，大步流星走到电话机旁。喂，我是县局刘俊忠啊。你说什么？现金30万，一分不少，太好了。那3个劫匪呢？有没有抓到？都被小鱼兄弟打死了。那有没有派人去保护现场？好，很好。刘俊忠放下电话，嘴角比 AK 还能压制。许书记、刘局长，各位领导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轧钢厂的案子破了。许东来站起身来，刚刚的怒气早已飞到九霄云外。案子破了，工人的30万工资在哪里？安不安全？许书记，请放心，30万现金一分不少，就在胜利公社派出所放着呢。我马上亲自带人下去，一定把轧钢厂工人的工资安全的给您带回来。一张伪造的纸条，男人竟成功从轧钢厂抢走30万，案件轰动全县，保卫科全体上千人出动都抓不到的人，却被一个16岁的街溜子给抓到。刘大哥，你们来了。大队长，小鱼说你们去山里了，现场保护的怎么样了？那3个劫匪呢？别提了，现场血腥味太重，时间又拖得太久，狼群被引来了。除了那个老大，另外2个都被咬掉不少肉，场面太惨烈了。你们没有第一时间去保护现场吗？刘哥，这事情不怪我们大队长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于19添油加醋的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而且现场除了3个劫匪，还有20多头野猪被打死了。大队长，野猪你们拖回来了吗？什么？还有20多头野猪？我一头也没看到啊！肯定是去的迟了，被狼群给吃掉了。他气得咬牙切齿，20多头野猪，大队每户人家至少能分到20斤肉，现在就这样没了，都怪副大队长李长山。其实这些野猪都被于19收进了空间，这不关我事，谁让你们去迟了的？人家于19第一时间来借用电话打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打电话？张宝贵，你什么意思？都别吵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马上向上面汇报。刘俊忠拿起手机就拨通了电话，随后便挂断了。上面说了，你这种人不配在大队任职，自己滚回家去，等着向官方交代问题吧。刘俊忠带领队伍连夜进山查看了一下现场，现场的情况和于19所说一致，只可惜被狼群给破坏了。随后，刘俊忠就带着现金以及随行的条子返回现场。张庄大队副大队长李长山玩忽职守，被开除掉了职务，临走前还被村民胖揍了一顿，最后鼻青脸肿的离开了张庄大队。副大队长一职的突然空缺，让很多人开始眼红起这个位置。在于19的一番计策下，父亲张宝柱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副大队长的位置。红旗公社黑市，于19扛着一头100多斤的野猪进了黑市大门，野猪肉又柴又臭，还是拿去黑市卖了换粮票实在。黑市里的人比上一次还要多，于19扛着野猪四下里寻找合适的摊位。嗨，兄弟，你们是？我们想盘下你的野猪，省得你去找人宰杀，再分成1斤、2斤、3、5斤的去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能出多少价？我们在这儿有个仓库，你跟我们来。于19站着没动，眼神狐疑的看着2个人。这里是黑市，去对方的仓库，谁也不能保证他们会不会起了杀人越货的心思。兄弟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租的库房就在市场里，隔壁也有其他人租的库房，安全方面你绝对放心。再说了，黑市是严老大的地盘，我们不敢在他的地盘惹事。那就麻烦你们在前面带路吧。于19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跟在2个人后面，实际上是全神戒备状态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一处仓库，曹志勇关上了门。小兄弟，你不要怕，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。仓库里做买卖的人都是谈的大生意，关上门不会被别人窥探秘密。勇子哥多想了，咱们还是谈一下价格吧。现在野猪肉是2块3一斤，行情你也知道，但是野猪出肉率低，能有70%就不错了，我只能给你1块2一斤。于19心里盘算了一下，按照出肉率70%来算，至少也得是1块6一斤。你这价格太低了，野猪肉是2块3不假，但是整猪卖给你，就说这野猪皮也能卖个40多块钱，其他的猪下水、猪头30、50块也是能卖到的。本以为是个只知道打猎的傻小子，没成想对方竟然懂得不少。你看我也是做买卖的，总得赚一点吧。我没说不让你们赚，根据你给的价格，我赚的还没有你们赚的多。况且你们是2个人分，我们是4、5个人分，这个价格肯定不行的。于19弯腰准备扛猪走人。慢着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吗？于19已经做好躲进空间的准备了。小兄弟别急嘛，咱们先把猪称一下，价格方面好谈。你看，一共是183.6斤重，你们要不要检查一下？不用看了，我们还能信不过你吗？你们明天还去山上打野猪吗？野猪群是不是在王家屯附近的山上？
咱们还是先谈定一下价格，我同伴还在外面等着呢，时间太长，他们可能等急了。一共卖了312块钱。临走前，曹志勇拍了拍于19肩膀。小兄弟，我曹志勇在这黑市也算是1号人物，希望下一次继续合作。另外提醒一下，外面人多，你注意点自己的钱。前几天有一个卖自行车的，刚拿了钱还没有走出市场大门，买车的钱就被人给扒走了。谢谢提醒，我知道了。于19此时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被人跟踪了，出了门，在市场里找了半天，没有发现卖主。于19不禁有些失望。粮食已经涨价了，现在买大米、面这些很不合适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弄到一些种子，然后再到灵药田里种植，那就有吃不完的粮食。不知不觉转悠到了手表摊前，于19停了下来。兄弟买手表吗？看中了哪一只？可以随便试戴。我随便看看，这种手表多少钱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一只吧？这表9成新，百货大楼里卖168一只，你诚心想买的话给120块，怎么样？那你们收手表吗？于19的手表是从那3个劫匪身上拔下来的。收啊。那你看看我这只手表，你能给多少钱？100块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，给钱吧。走出黑市的时候，于19感觉到身后有尾巴，他蹲下身来假装绑鞋带，身后跟着的2个人也停了下来，假装在说话，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于19。我这是被人盯上了，难道是那个曹志勇？又或者是卖手表的时候被人盯上的？黑市离镇上还有一段距离，于19加快脚步，闪身进了巷子里，回头再看那2个心怀不轨的家伙，才刚刚走进巷子里。他妈了个巴子，算你小子跑得快！嗨，来抓我！小子，识相的把100块钱交出来，否则这黑市你最好不要再来了。10张大黑石就在这里，有本事来拿！妈了个巴子，老子剁了你！追！于19拐了个弯，迈开步子跑了一步。这时他觉得脑海里一阵波动。宝塔空间第3层开了，不知道第3层又会有什么惊喜。